重生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公司股份低价卖给好兄弟，然后立马拿着钱远走高飞。只因上一世好兄弟非要拉着我创业，我作为技术宅入股公司后，无偿贡献了自己的游戏专利。然而公司刚有了起色，所谓的好兄弟却跟我的女友勾搭在一起，还将我踢出局，甚至一起设计陷害我，让我背负了巨额债务。最后我不堪压力，从高楼一跃而下。在睁眼我回到了决定命运的那天。此刻我们三人坐在公司楼下的深夜奶茶店。伟强，我们公司能发展的这么快，你真的帮了大忙。如烟，这可都是你们家北辰的功劳啊。北辰，王伟强看着我，手里拿着一叠文件。我这里还有几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我们公司现在正在准备上市，等上市之后，我们的身价都会翻好几倍。我看着那堆文件，里面就有一份是让我自愿把股份转给公司的文件。那时候我脑子不清醒，再加上柳如烟一直在旁边甜言蜜语的催我，我就直接签上了名字。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上一辈子的悲惨下场。上一辈子我签了，这一辈子我绝对不会再签。这一次我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跪着向我求饶。我扫了眼王伟强，他脸上笑容很盛。他知道我是个技术宅，平时对这些文件不怎么在意，也不会认真去看合同内容。怎么了，北辰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我今天有点累，还是明天再签吧。我故意装作很累的样子。签一份文件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咱们公司现在正要上市，有些事情得提前办好，不然后面会很麻烦。不着急，明天再弄吧。我头有点疼，想先回家休息。我说完就朝外面走去，柳如烟很快追了上来，问我怎么了，还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。没事的，我回家歇一歇就好了。蹦迪我就不陪你去了，让伟强陪你去吧。上一辈子的时候，我还傻傻的以为他俩之间没什么问题，没想到他们居然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。所以现在他们怎么样我都不在乎，我还故意给他们创造机会待在一起，因为我要早点回家准备我的复仇计划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先把提前准备好用来升级的重要数据保存好，接着把电脑里的大部分数据都删掉，只留下一部分我想让他们看到的数据。一直忙到半夜，外面才传来开门的声音。回来了。玩得怎么样？柳如烟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神里明显闪过一丝慌张。玩得还行。北辰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怎么还没睡觉？我是夜猫子，早就习惯了。对了，这是伟强给你的文件，让你赶紧签了。你要是没时间或者不想签，我们就写一份授权书，你让我帮你代签就好。不用授权书，你直接去签就行。你现在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了。柳如烟一听我这么说，立刻表示不同意。这肯定不行。虽然我是你未婚妻，但我们还没结婚，这种事情是很严肃的。要不我现在去准备一份授权书，你签上名字，等明天到了公司，我快速将其余的文件都给签了。今天已经很晚了，等明天到公司再说吧。第二天来到公司的时候，王伟强已经在我的工位上等我了。估计他早就等不及让我签那些文件了。只要我签了那些文件，公司的股份就和我没关系，我还会背上一些贷款。北辰，你可算来了。时间不等人，这些文件你还是尽快签好。我看着那叠文件说，伟强，我打算从公司退股，这是我准备的一份股份转让协议。我这话一说出口，两个人眼睛都瞪大了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北辰，你没搞错吧？这个时候退股，你不知道我们公司正在准备上市吗？你这样会毁掉我们公司上市的计划。王伟强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，柳如烟也赶紧帮着说话。这件事你怎么不提前和我商量？北辰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两个人明显着急了，担心我退股，朝着他们狮子大开口，毁了他们上市的计划。北辰，你做事不能这么任性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是开公司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柳如烟说完，还给王伟强使了个眼色。没错，北辰，如烟说的对，你和如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这个时候退股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等我们公司上市，到时候获得的分红源源不断的，这样你和如烟也能过上高枕无忧的好日子，你说是吧？两个人不停地劝我，我却一点都没动心。
就算你要退股，也要先把这些文件签了。你看怎么样？是啊，北辰，这些文件特别着急，签完再说退股的事。我看着他俩急得不行的样子，就算现在和他们翻脸，他们照样能拿一大笔钱，过得舒舒服服。这么便宜眼前这对狗男女，实在太亏了。伟强、如烟，这件事我其实早就想好了。我最近去医院检查了身体，医生说我的身体已经透支了，必须好好休养，不然就怕有命赚钱，没命花钱。那你也不用退股啊，你签完文件回家休养就行，我做主给你放一段长假。没错，北辰，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，你不能这么任性，签了文件回家休养也可以。两个人还在假惺惺的劝我。伟强，你先看看我给你的这些文件吧。王伟强拿起文件看了看，脸上着急的神情慢慢消失，反而露出了疑惑。北辰，你确定这些股份你只要1个亿，剩下的都转让给如烟吗？就转给如烟吧，以后他就代替我在公司。柳如烟一听我这话，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真的吗，北辰？我真的太感动了。没事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些东西给你，也就等于是给我自己。这段时间我正好想休息一下。王伟强和柳如烟听完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神色。他们大概也没想到我会主动把股份交出去。好，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那这份协议我看也没问题。王伟强试探着问我，我就签了，签吧。不过这笔钱要尽快打到我的账户上，这是我和如烟以后结婚用的钱。我马上让财务给你打钱。不过这笔钱是打到你的账户上，还是如烟的账户上？柳如烟一听这话，明显有点紧张，满怀期待地看着我。我心里暗骂王伟强这个小人，连这1个亿都想坑我。还是先打到我的账户上吧，我要给如烟准备惊喜，没钱可不行。钱到账之后，我就在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。两个人看着我写下名字的那一刻，都松了一口气。那你们先上班，我先走了。如烟，你之后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这两个人现在心里肯定都在骂我是大傻子，脑子不好使，可他们不知道一个道理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这只是我复仇计划的第一步，接下来我要让你们跪在地上，哭着忏悔求饶。我直接回了家，简单收拾了点东西。自从毕业进了公司这几年，我所有时间都花在做游戏上了，没好好休息过，更别说出门玩了。现在离开了公司，正好找个地方先旅游放松一下。我收拾完东西就给柳如烟发了条消息，告诉她我出去度假。柳如烟一直没回我消息。我买好机票去了三亚，订好了酒店房间，把电脑和手机都调成了静音。我躺在床上，吹着从外面吹进来的海风。一直到晚上，柳如烟还是没回我消息。我心里想着，现在她和王伟强肯定以为我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他们了，正得意洋洋的庆祝呢，说不定还在背地里骂我是傻子，放着上百亿的资产不要，只拿了区1个亿。我正看着手机的时候，郑明浩给我发来了消息，大概意思就是他知道我从公司退股走了，问我是不是傻了。现在公司马上就要上市，正是能大赚一笔的时候，结果我却离开了公司，把好处全都让给了别人。看我没回消息，他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到。他是我开发的这款游戏的忠实粉丝，我们也是因为这款游戏认识的。他家条件很好，刚毕业没多久，家里就给他几千万用来创业。他也不是那种只会挥霍的富二代，自己还是有点本事的。靠着这几千万本钱，现在在互联网行业也做出了点成绩，身价翻了好几倍。他之前一直劝我跳槽，没事就跟我说，王伟强不是什么好人，给你的股份太少了。你要是跟我一起开游戏公司，90%的股份都给你，我只分一小点。他说他做游戏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为了情怀，想做一款真正厉害的游戏。那时候我听了他的话，一直委婉拒绝，也没往心里去，心里还盼着和柳如烟结婚，过上好日子。直到我快要跳楼的时候，郑明浩还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能帮一定帮。可那时候我已经彻底绝望了，被最信任的兄弟和最喜欢的人一起背叛，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也崩了，最后才跳了楼。现在想起郑明浩做的这些事，我心里特别感动，毕竟在我走投无路，所有人都躲着我的时候，他还愿意站出来帮我一把。想到这，我给郑明浩回了个电话，电话刚拨过去，他那边几乎立刻就接了。电话里他对我说，老厉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你怎么就从公司走了？没事，干了这么多年，身体扛不住了，出来散散心。你出去玩了？你现在哪里？我马上过去。我正好有事跟你说。如果是说游戏的事就算了，你别来了。
省得白跑一趟。不谈游戏，跟你说点别的你不知道的事。我把地址发给了郑明浩。你早说你在三亚呀！我在那儿有套海景别墅，你赶紧从酒店退房，去我别墅等我。密码我发你手机上。挂了电话，大概3个小时后，郑明浩就赶到三亚和我碰面了。老厉，老厉，王伟强那家伙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把你挤走了。这样，我拿10个亿给你做游戏，还是按我们之前说的来。还没等他说完，我盯着他，他立马停住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忘了，来得太急了。行，不说游戏，这几天你在三亚想怎么玩，我都陪你。那就破费了，老郑。跟我还说这个。”我们坐在他家泳池边上，桌上放着一瓶酒，郑明浩玩着手机，没一会儿就开口说：“老厉，你看王伟强也太不是人了吧，居然说游戏主创团队换了，说以前的团队跟不上公司发展，这不就是拐弯抹角的骂你吗？老厉，你现在看清楚这人的真面目了吧？把你赶出公司，抢了你的成果，还故意发这种新闻恶心你。明天我就去公司，好好收拾王伟强这个混蛋。没事，被说几句又不会少块肉。啊，老厉，你脾气也太好了吧？我抿了一口酒，什么也没说，放下了酒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休息。这一觉我睡得特别安稳，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外面突然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，郑明浩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老厉，快开门，出事了！”我从床上起来，打开门，就看见郑明浩手里拿着一个平板，他把平板递给我。发布会开始了，你快看看。发布会是直播的形式，有记者问：“王总，今天是咱们公司游戏更新和新英雄亮相的预热发布会，您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？”这次游戏更新一定会给各位玩家带来全新的体验，里面还藏着很多惊喜，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具体内容，等会儿由我们新的游戏策划总监给大家详细讲解。又有记者问：“王总，我听说之前的游戏主创已经离开公司了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内幕？可以跟大家说说吗？”王伟强和柳如烟对视了一眼，王伟强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件事就让我们刘总跟大家说明吧。这件事其实也不复杂，我们公司现在准备上市。之前的游戏主创设计思路太老套，已经跟不上公司的发展了，所以我们公司才更换了新的游戏主创。这话一说完，现场立刻一片哗然。我身边的郑明浩看了看我：“老厉，你最近跟你对象闹矛盾了吗？”我知道郑明浩的言外之意，若是我没有和柳如烟闹矛盾，他应该不会在公开场合如此说我吧。我看了眼郑明浩：“我现在都离开公司了，他们总得找个像样的理由对外解释。”这就叫像样的理由？不用想，肯定是王伟强的主意，不然你对象不会这么做。我听完心里沉了一下，郑明浩不知道里面的事情，我也没跟他解释。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还能嚣张多久。记者接着追问：“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之前的游戏主创是被你们开除的？”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直接，柳如烟和王伟强又互相使了个眼色。为了给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有些该淘汰的人就应该淘汰。不行，我不能看着这群家伙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自己主动离开公司的，到他们嘴里怎么就变成被开除了？郑明浩拿起手机疯狂发弹幕，想把真相说出来，可他发的弹幕很快就被其他弹幕盖过去了。这些一边倒的弹幕，不用想，肯定是王伟强他们雇的水军。就在这时候，另一个记者突然开口问道：“刘总，听说之前的游戏主创和你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？如果是真的，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太伤人了？”这话一说完，直播间瞬间炸了，观看人数也直接冲到了顶峰。柳如烟脸色稍微变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正常。这位记者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道听途说的谣言。今天本来是游戏预热发布会，我个人的感情问题本来不方便多说，但你既然问了，那我就澄清一下这个谣言。我和原来总社只是同事关系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系。听到这话，我的脸色也变了变。就算有些事我早就知道结果，可心里还是有点难受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他不装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老厉，你们什么时候分手的？啊？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？
老郑，没事的话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郑明浩离开我房间后，我把随身带的硬盘拿了出来，插进电脑里，里面是我做的一款新游戏，虽然还不是很完善，但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。上辈子我本来打算等公司上市再拿出来给他们一个惊喜，可我根本没等到那一天。发布会结束没多久，柳如烟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厉北辰，今天的直播你应该全程都看了吧？看了。怎么了？我现在是来通知你的，我们分手吧。厉北辰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有上进心。你现在都离开公司了，我们俩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都没有任何交集，不是一路人也走不到一起去啊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好，我同意。柳如烟那边愣了好几秒。厉北辰，你难道就没有别的话想说吗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要分手，我同意，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既然我们分手了，那车子房子都是我的了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说完，我直接把手机关机，开始专心忙活。这款游戏我策划了很久，也花了快1年的时间在做。接下来3天，我全身心扑在上面，终于把游戏做完了。也就在同一天，王伟强和柳如烟的公司成功上市，还完成了敲钟，游戏也在当天更新，新英雄也一起发布了，公司市值一下子就突破了100亿。而我也在同一天把自己的游戏放出去做内测，邀请了以前论坛里认识的游戏好友来试玩，他们玩了1-2个小时，全都纷纷给我发消息。我去，太牛了！这么厉害的游戏什么时候正式上线啊？这游戏一上线肯定能火一大片，体验感比之前那个游戏强太多了。看着他们的反馈，我嘴角轻轻笑了笑。接着我正准备睡觉，郑明浩打来了电话。喂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你睡什么觉？赶紧来海边。我想着也没什么事，就和郑明浩一起到了海边。海风吹过来，空气里都带着一股咸咸的味道。老郑，麻烦你了。这都不算事儿，不算事儿，只要你开心就行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王伟强打来的，我没有接，而是点开了他们公司的游戏论坛。结果一进去，全是吐槽的帖子。这什么破游戏啊！新英雄跟条死鱼一样，一点表情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生动。还有那技能，慢的跟70-80岁老大爷似的。这也叫更新后的版本？什么垃圾游戏！我真是服了，玩着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一直往下翻，全是骂游戏的帖子。郑明浩看我看得认真，也凑过来看了看。真是活该。这时候王伟强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我还是没接。老厉，你该不会还想帮他们吧？他们那么对你。王伟强连着打了好几个，我都没接。紧接着柳如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我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北辰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赶紧回来一趟。怎么了？公司的游戏出大问题了，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，赶紧回来救场。刘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？你找错人了吧？北辰，现在不是我们闹脾气的时候，现在游戏出的 bug 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死存亡，这款游戏也是你的心血，你不想看到游戏和公司出事吧？游戏是我的心血没错，可现在游戏已经不归我管了，我也不是公司的人，你们出任何事和我1毛钱的关系也没有。我说完直接挂了电话。老厉，干得漂亮，就该这么做，太解气了。我们俩都笑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又响了，还是柳如烟打来的。我按下接听键。北辰，我知道我跟你分手，还有发布会上说的那些话是对不起你，但现在不是你耍小脾气的时候。就算我们分手了，你和我还有伟强不还是朋友吗？朋友遇到难处了，你是不是该帮一把？他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，我压根没搭理。如烟，让我跟北辰说。啊！北辰，之前发布会上如烟说的话确实不太合适，我作为公司老板没有拦住他，是我的不对，我代表我和如烟跟你郑重道歉，对不起。
听到对不起这3个字，我心里冷笑了一声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还在跟我演戏。我知道如烟跟你分手，对你打击也挺大的。我作为中间人，可以帮你们俩和好。现在公司刚上市，因为游戏的问题，股价已经开始跌了。北辰，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。公司的事跟我没关系，公司倒不倒闭，我也不在乎。至于和柳如烟复合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跟她和好？我话刚说完，还没等王伟强开口，柳如烟的声音就从电话里炸了出来。厉北辰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字面意思。是我甩了你，知道吗？是老娘不要你了。没事，我就先挂了。厉北辰，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你该不会以为公司离了你，游戏离了你，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局面了吗？你要是有本事，就让我们新的主创把游戏修好啊！我说完，毫不犹豫直接挂断电话。爽，怼得太爽了！我刚看了他们公司股价，已经拦油切断了。我现在去找些媒体朋友，把这事儿好好报道一下。我没有拦着郑明浩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复仇计划的一部分。王伟强的公司被玩家骂的，只能先把游戏停服，他们哪里还敢开着服务器，只能对外宣称正在紧急修复游戏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看见评论区里出现了一条评论：你们听说过一款新游戏吗？现在正在内测，特别好玩，游戏体验甩这条游戏10条街不止。兄弟，你说强10条街都谦虚了，100条街都不过分。人物细节做得特别好，动作也很溜滑，简直是顶级作品。我有种预感，这款游戏1武氪肯定能霸榜。我看着这些评论愣了好几秒，因为他们说的就是我做的新游戏。我这款新游戏叫无疆，耗费了我巨大的心思构建的。我打开游戏后台，刚进去就收到了一封内部邮件。你好，我是大强游戏的老板，我叫王伟强，我们对你这款游戏很感兴趣，不知道有兴趣可以详谈一下吗？我本来想直接拒绝，可又想了想，没有马上回绝。我回了一封邮件，谈什么？怎么谈？我们大强游戏你应该也听说过吧，实力非常雄厚，我们愿意收购你的游戏，价格给的很丰厚，而且收购之后，我们能让你的游戏火遍全世界，拥有无数玩家。你是做游戏的，肯定也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很多人玩吧？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发完这条消息，我就不再回复了。现在王伟强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游戏是我做的，不然也不会私下发邮件找我。老厉，你听说最近有款叫无疆的游戏吗？怎么了？这款游戏最近特别火，内测码都抢疯了，听说超级好玩。我托人想弄个内测码都没弄到。有这么火吗？那可不，有的内测码都被炒到1万块了。要是我们投资这款游戏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能赚翻？投资我可没钱。你没钱我有啊，你还有技术，到时候我们投资，你再加入进去，这款游戏肯定能做得更好。要是真能拿下我入的股份，咱们1人1半。你还真大方。这有什么？钱都是身外之物。我就是看好你，潜力特别大。你就不怕王伟强已经去找人家谈了？跟他比，你在游戏这块就是外行，根本争不过他。你说的也对，那你有啥办法不？这么好的游戏要是落到王伟强上手里，肯定被糟蹋了。没有。那我得赶紧想办法，不能让他抢先一步。到了深夜，我打开游戏，看见王伟强又发了消息。他说他特别尊重游戏，如果无疆能交给他们公司运营，肯定不会埋没这款好游戏。他还跟我说，收购之后，整个游戏还让我负责，完全由我说了算。他说他尊重游戏，尊重技术，更尊重我。这种冠冕堂皇的话，听着真是可笑，特别可笑。王总，你这话听得我都有点感动了。第二天，大强游戏公司开了发布会，宣布了3件大事。第一件，游戏的 bug 基本修复好了。第二件，他们找到了新的投资方，会有一大笔资金入股，能把游戏做得更好。第3件，市面上有款叫无疆的新游戏，我们公司已经在对接了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拿下发行权。这3件事一宣布，大强游戏的股价立刻就涨了。到了下午，郑明浩垂头丧气的来找我。老厉，这次彻底完了。怎么完了？
出什么事了？王伟强他们现在正在开庆功宴呢，你知道不？他们已经联系上吴阳了，还拉到了10个亿的投资。不过这笔投资好像是对赌协议，第1年要盈利20%，后面2年还要翻倍。有了吴江这款游戏，他们肯定能完成对赌的。你说柳如烟和王伟强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呢？你先别着急，再等等看。还不着急？这事基本就定下来了。这吴江的开发者也不睁大眼睛看看，居然跟大祥这种公司合作。你跑了一天，连内测号都没弄到？没呢，这号也太难搞了。我刚得到消息，下午放了几10个，我刚想去买，结果人家绑定个人 IP 和电脑，买了也用不了。看着郑明浩一脸沮丧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笑。老郑，你这么想运营这款游戏啊？那当然，就算我不代理，也不能让大强代理。王伟强是什么人啊？糟蹋好游戏。我这里有内测号，你要玩吗？玩，当然玩。你真有啊，老厉？有，我给你。这是真的吧，老厉？不就是一个内测号吗？你要多少我有多少。老厉，我刚才没听错吧？你说内测号你要多少有多少？没错。你认识吴江的开发者？我就说嘛，你这种做游戏的大神，资源就是多。你赶紧联系联系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抢先一步拿下运营权呢。我确实认识开发者。我刚说到这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柳如烟打来的，我本来不想接，就直接挂了。可没想到柳如烟一连打了3、4个电话，我没办法，只好接了。厉北辰，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我们大强游戏离了你，发展得更好。我们很快就要收购一款新游戏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好。气死你！那就恭喜你了。你确实该恭喜我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跟伟强在一起了。哦，不对，我早就跟伟强在一起了。其实从大学我们就好上了。我听着柳如烟的语气带着酒意，明显喝多了。我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，就默默按下了录音键。那时候我跟伟强在一起，伟强看上你的游戏，就让我去跟你谈恋爱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都在一起，背着你不知道干了多少事。李北辰，你现在肯定很生气吧？快气死了吧？我不生气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气得跳脚了。可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只能干生气。对了，我还有好多我们俩的亲密照片，发你看看，气死你！我没想到柳如烟喝多了会干这么可笑的事。我把照片一张张保存下来，什么也没说。厉北辰，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可笑了吧？你就是个小丑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太爽了！厉点晨，我告诉你，我和伟强以后就是上流社会的人，而你永远只能待在阴暗的角落里。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，更没看上过你。我也是。挂了电话，我从阳台走回来，郑明浩正等着我，看他一脸激动的样子，好像有好多话要跟我说。没错，这款游戏就是我做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老郑，你听好了，这款叫吴江的游戏就是我开发的。你有兴趣投资吗？投，我肯定投，我太有兴趣了。行，那简单，你现在赶紧组个团队，把手游版本做出来。1周之后 ，PC 版直接对外公测。好，全都听你的安排。现在需要多少钱？我马上给你转。你手里有多少钱？我账户上现在有3个亿现金。你先去注册一家公司，然后把钱全都打到公司账户里。另外，我还要组建一个团队。没问题，我只管出钱，事儿你来办。当然，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，我一定配合你。郑明浩还一脸兴奋的样子，
我没理他，直接进了房间，继续优化游戏。我忙活了整整一晚上，要开始实施我的第2步复仇计划。我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他们不是搞对赌吗？我要把他们的玩家全都抢过来呀！我在游戏里发了一条公告，宣布1周后游戏正式公测。看到消息后，王伟强给我发消息，说他们大强游戏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配合吴江一起公测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没搭理他。公测的事就不劳烦他了。我虽然没答应他，可王伟强实在太不要脸。宣传的时候一直捆绑吴江，搞得好像吴江是他们公司的游戏一样。不过我也没戳穿，他们现在绑得越紧，把玩家期待拉得越高，到时候摔得就越惨。这些我早就想到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郑明浩办事效率也很高。我又从家里拿了5个亿过来，现在资金足够了，随时配合你。办公场地也租好了，就在三亚，公司也注册完了。可以，你效率挺高。那必须的，这款吴江我最近通宵玩了好几天，体验感太好了，一上线肯定爆火。这时候电视里正好在播王伟强的新闻采访。听说你们和吴阳已经达成深度合作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我们和吴阳的开发者深入洽谈过，他对我们公司非常认可，估计很快就能签约合作。太无耻了，真的太无耻了！老厉，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什么大话都敢说。没事，不用管他。老郑，你现在可以开发布会了，我们的公测提前。老厉，这么急吗？会不会太突然了？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得意的样子。谢谢。你不要说你联系不到人。老厉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人我有的是，放心，半天绝对搞定。对了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吗？去，当然去。你说王伟强和柳如月看到这一幕，脸上会是什么表情？下午3点，游戏发布会准时开始，整整1小时的发布会，全程只讲游戏内容，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。游戏公测一开服，原本预约只有300-400万人，结果从下午到晚上，一下子又涌进来上百万玩家，大概只用了1周，游戏总玩家数就突破了1000万。王伟强和柳如烟给我打了好多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，他们还发了好多消息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出新游戏不提前跟他们商量，把他们弄到现在这个地步，还说要当面跟我谈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一条都没回。柳如烟估计也想起之前给我发过那些照片，开始后悔，跟我道歉，还哭着说对不起我，求我原谅他，我全都没理会。大概1个月后，大强游戏的股价直接腰斩，公司内部都传出了要裁员的消息。老厉，最近还有从大强游戏跳槽来我们这儿面试的，我全都给拒了。老郑，如果有合适的人，我们还是可以录用的。我知道，别一棍子打死所有人。郑明浩，再过1个月，我们的手游版也能上线了。手游版上线1周后，也迅速收获了上千万玩家的喜爱。吴江这款游戏很快就被估值超过100亿。这天我从公司下班，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车，我刚走几步，王伟强和柳如烟就走到了我面前。2个人早就没有了当初风光的样子，只剩下一脸狼狈。以前总是精心打扮的柳如烟，今天也显得十分落魄邋遢。2人走到我面前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北辰，以前的事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你不给我们活路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。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你别赶尽杀绝，给我们一条生路行吗？活路？你们当初给过我活路吗？我心里一阵冷笑。不好意思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你们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完全是自找的。说完，我径直往前走，刚走没几步，2人又追了上来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王伟强和柳如烟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求我饶过他们，给他们一次机会。样子要多可怜有多可怜，只是可怜的人往往也有可恨的地方。不好意思，你们什么下场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心里瞬间觉得无比畅快。我大步离开，把2人丢在原地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又来找过我好几次，我全都没理。大概1年之后，大强游戏公司正式倒闭，公司对赌协议失败，2个人背上了巨额债务。王伟强扛不住压力，最后跳楼自杀了。柳如烟也受不了打击，精神出了问题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，只觉得他们落到这个地步，全都是咎由自取。